看看。哎呀，好看好看！来，再试试这个。嗯。小姐，有这种事啊？我听到的是如此。杭老爷，您看是不是要再问问？我当然得问清楚了。事关名节，如果他真的被3个男人给掳去过，那他到底还是不是个完璧？万一他已经被破了身，早就不清白了，我杭家娶她进门干嘛呀？也就是因为姿势体大，我考虑再三才回来告诉您。我杭家就这么个独子，半点差错出不得呀。哼，他江学文还神气呢，夸夸其谈的跟我说条件，真要把事情掀开了，我看谁难看。锦镇，可有此事？哎呀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！你可不能瞒着你爹呀！你可不能冤枉他。什么叫冤枉他呀？啊，他要是真让人给玷污了，我们还替他遮丑不成啊？真是老天有眼啊！好在徐雷听到了风声，要不然的话呀，我们还真是糊里糊涂的娶了他进门了呢。锦镇，你说，江家园是不是真的被3个男人给掳去过？是有此事。那他是不是确实已破身了呢？我，你可不能害他。哎呀，害什么害呀？景真就是太厚道了，所以呀，总是想护着他。勿枉勿纵，是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实话实说。不怕，他敢怪你啊？有爹娘在的。他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凭什么说他没事啊？整件事情的前前后后，我都有参与。那你说，单凭你这么说，也不能够证明他就是清白的。对呀，是他自己说的，他差点被人给强奸了。就算是真的呀，他也不会说真话的。圆圆是个不会说谎的人，再怎么真性情，事关名节，谁也不愿意说啊。再怎么嘴上说不出，那他的言行举止也不能作假呀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他肯定没有心情继续进京比试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要么他哭天喊地，要么他强硬到底，报官处理，他绝对不会善了啊。哼，你真这么了解他吗？你差远了。江家那对父女，他们心机比谁都重啊，能让你给看穿了？他多聪明啊！哎呀，事情既然发生了，他就算是报了官，也是于事无补啊，反而会被传扬出去啊。他当然是装作若无其事，继续进京了。然后等他回来呀，让你当冤大头。他不是还鼓动你，来催我们赶紧去提亲吗？他心里头不是不急呀。哎呀，难怪呀！我说呢，聘礼也不收，场面也不求。陪嫁还不少，就怕我们杭家呀会退了这门亲事。那既然如此，他们为何还要提出过继子嗣这么严苛的条件呢？所以我说他们深沉，这是姿态，你懂不懂啊？一点谱都不摆，那岂不是更叫你起疑了？是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真是这样，你怎么样？你动摇了，你怀疑了，我可不可以怀疑？我该不该怀疑？这谁都会怀疑。我告诉你，谁都可以怀疑，就你不行。不是你倒是做得漂亮。杭景峰，我真恨不得怎么样？我恨不得揍你一顿。你已经揍了，莫名其妙。这顿揍应该是我打你的。你答应过我要好好照顾他，可结果呢？你把他照顾到虎口里去了。要不是你妹妹，我们根本就不会进湖南的。不进湖南，他在别处也会闹事。你就应该盯住他，一刻不让他离开你的视线。你别再让我盯着他了，她是你老婆。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了。杭景峰，你得有肩膀有担当，你是男人。
就是男人才难忍下这口气。哪个男人愿意自己的老婆是什么？黄景峰，没破身他是江家园，破了身他还是江家园。如果他真被人欺负了，你该心疼他，你该对他更好，而不是在这种时候落井下石。有这么难吗？如果你真的爱他，我爱他，但这已不单是我跟他的问题，我爹娘，我家的名望，怎么能接受呢？你少拿这些当借口，就是你自己的问题，是你不能忍受他的不完美。你不知道他多么的自爱，多么的自知，他多么的盼着嫁给你。他心里除了你，谁也装不进去。你怎么能辜负他呢？你真配不上他。景峰，景峰，景峰，你看我给你选了什么？你看，哎，阿和你也在啊，来，给。啊，我看。你们又打架了？我也打他了。那我不管，他是斯文人，打不过你，你怎么能打他呢？你看看你把他给打的，疼不疼啊？都是快做新郎官的人了，你怎么能……没事。疼吧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居然毁我女儿的贞洁！我这是合理的怀疑啊。换了你，你怀不怀疑呀？一个孤身的弱女子掉进虎口里，她还能全身而退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别说了，杭景亭，你我相交一辈子，你对我女儿好，你对我提出来的条件啊，你不能接受，你直说无妨，你不为破坏我女儿的名节找借口拒婚。哎，这怎么是找借口呢？的确有这么件事情发生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真要发生这么大件事，圆圆她不可能不告诉我，更不可能她现在若无其事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，圆圆，我可怜的哭个什么劲呢？根本就没这档事，这是人家无中生有找的借口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哎，没发生的事儿我们编得出来吗？有没有啊？你们对峙一下，一问不就知道了吗？信不过我们家景真和徐恨，你可以去问问你们家的江福，还有那个小丫头啊。江福，佩云，我在紫禁城里还去过御膳房呢，我还学到了冰糖肘子怎么做。等我嫁给你以后啊，我一定会做给你吃。你还有心情去御膳房啊？干嘛没心情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什么事情都不能影响我的食欲。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你还有心情吃？什么大事啊？圆圆，告诉我实话。什么实话呀？小姐，你在湖南。小姐，你可回来了，老爷，老爷怎么了？快进去吧，杭家老爷太太都来了。小姐，你快点吧。湖南的这些事情是真的吗？是啊，确有此事。怎么了你们？好了好了好了，这门亲事就此打住，我认了。三位请回吧。我们回去。走啊！爹，怎么了？干嘛打住啊？婚不结了？不结了，不结了，爹养你一辈子。圆圆，等一下，圆圆，圆圆，哎，你们又有什么事情没谈拢啊？反悔了，不想把男丁过继给我们家了？圆圆，哼，只怕你现在生出男丁来，我们也不敢要啊。谁知道是不是野种呢？白玉琴，好歹你也是看着圆圆长大的，这么尖酸刻薄的话你也说得出口？我是不该说出口啊，但是大家心里面也都是这么想的呀。好了好了，别再说了，我们回去。杭景亭，
交情一场就此决断，往后相见只当陌路。江福，哎，不是客，不用送。哦，哼，慢着，婚可以不结，亲可以退，但你们得给我个交代。什么是野种？我清清白白的跟谁去生野种？哼，你硬说你自己是清白的，那就找人来验验呢。如果你真是清白的，我们白酒向你道歉。验个屁呀验！走，统统给我走！不验。圆圆，干嘛不验？我是清白的，我怕谁啊？圆圆，咱不受这委屈，不验。没什么可委屈的，试了很正常，不是，也并非我的错。我就问你一句，这事儿要是闹出来，一定在苏州城里传得沸沸扬扬，你受得了吗？是你受不受得了啊？不管验出什么结果，你都认吗？认不认？不认。找人验吧。哼，我们回去。走。不管验出什么结果，你都认吗？认不认？我认。怎么会这样？出这种事儿？那没办法啊，人家行家那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总不能娶了个破了身的姑娘回去吧？万一真被破了身，那多丢人呐！谁说不是呢？应该没什么事吧？他都敢找人验了，找人验也好，反正我说他是清白的，也没人会相信的。我可什么都没有说啊，是你爹回来说的。反正我没对不起他，不是我的错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钱婆出来了。学文啊，咱们俩兄弟一场，这气头上的话别放在心里。不管怎么说，圆圆我都是喜欢的。为时已晚了。哎呦，恭喜二位老爷！出来了，七爷出来了！各位乡亲父老，各位乡亲啊，大喜之日，还希望大家能够抽空来助兴啊！哎呀，行家祖上积德，出不了错的，一门清白，干干净净。哎呀，恭喜您了！恭喜行少爷！江小姐出来了，是江小姐。什么时候和你们喜酒啊？是啊，没有喜酒。圆圆喜酒。我是清白的，但没有这门婚事。江家退婚。哎，什么江家退婚？那清白的婚事怎么会这